你现在手机电脑里面到底存了多少个账号密码哈？50个、100个还是200个呀？大部分人遇到这种情况哈，要么是一招先吃遍天啊，全网所有平台都用一个密码，最多在后面加个注册年份哈，要么就是买那些商用的密码管理器哈，比如那个大名鼎鼎的BitWarden，虽然好用，但是只要你想用点高级功能，比如说双重验证啊，它最低都要收你每个月1块多美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搭建一个全网兼容性最好、门槛低到令人发指定密码管理器啊 ，LoadWarden 啊，完全零成本，1分钱都不用花，只要跟着我的鼠标点几下，最多几分钟，属于你个人的完全免费的顶级安全的密码库就可以建好。好，我们直接就开始，不浪费1秒钟。首先把你的浏览器打开，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哈，就是去 GitHub 拿代码登录你的账号。如果你没有账号，花1分钟时间注册一个哈。登录进来之后，我们在搜索栏里面直接搜这个 LoadWarden 或者访问这个开源项目。这个就是目前最活跃、对中文用户最友好的自建 BitWarden 后端项目了哈。看到右上方那个 Fork 按钮了没有？这个东西叫分支，点击它进来之后，这里有一个选项叫做 Fork 主分支，把这个给我打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只需要它最稳定的主线代码，不需要那些乱七八糟的开发测试版哈。勾上之后，点击下面的绿色创建分支。好了，现在这个项目的代码已经原封不动的复制到你自己的 GitHub 账号下面了哈，它现在是属于你个人的私人财产了。接下来我们打开第一个网站 Cloudflare， 简称 Safe 哈。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 ，Safe 就是我们白嫖界的天堂，它提供免费的那个 serverless 哈无服务运行环境，每天有10万字的免费请求额度。你想一下哈，一个人一天能输入10万字密码吗？所以这个额度哈，它就等于无限。登录进你的 Cloudflare 的控制台哈，把视线移到左侧的导航栏，这里有一个分类啊，叫做计算或者是 computer 啊，取决于你的语言设置。点击它，在下拉菜单里面找到 Workshop Pages 哈，点击进去，在页面的右上方有一个大大的蓝色按钮，写着创建应用程序，毫不犹豫的点它。进来之后选择第一个叫使用 GitHub 部署，点击它。这个时候呢，会弹出一个授权的窗口，Safe会申请连接你的 GitHub 账号，一路点击同意啊，授权成功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存储库列表，在这个列表里面找到你刚才 Fork 的那个仓库，名字你没有改的话，应该就叫做 LoadWarden 哈，选中它，然后点击下一步。项目名称你可以保持默认，也可以改成你喜欢的名字。构建命令保持默认哈，不用管它。最关键的地方在部署命令这里哈，这里有2个选择，我需要根据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如果你没有在 Cloudflare 绑定过任何卡哈，那你就必须使用 KV 模式。KV 就是 Safe 提供的一种免费存储，不需要绑卡就可以用哈，你只需要把默认的这个部署命令修改一下哈，就是在后面加一个英文的冒号，再加上 KV 这2个字母。只要改了这条命令，你就不需要绑定任何的银行卡啊，享受无痛白嫖。如果你之前在 Cloudflare 绑过，或者你的账户已经激活了付费功能哈，哪怕是免费额度，那我强烈建议你使用 R1 模式。R2 就是 Safe 兼容亚马逊 S3 的对象存储哈，每个月提供10个 G 的免费空间。对于密码管理器来说，10个 G 是什么概念？你可以把你的个人全套证件哈、照片、各种软件的加密授权文件，甚至你所有重要的文档都当成附件扔到密码库啊，一辈子也用不完这个额度。因为我有绑卡呢，所以这里我就直接保持默认的部署命令，就是走 R1 存储哈，不要白不要，对不对啊？选好之后，直接点击最下方的部署按钮，这个时候它会在遍布全球的云端服务器上面哈，自动帮你拉取 LoadWarden 的代码啊，全自动下载所有的依赖包，然后把整个 BitWarden 前端网页密码库进行编译打包哈，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到2分钟。以前你觉得自建很麻烦，今天 Safe 帮我们把这些繁琐的步骤全部在云端都做完了哈，你连电脑发热的机会都没有。好，日中滚动完毕，页面上面出现了提示哈，部署成功。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 Worker 页面顶部菜单栏的设置啊，在变量和机密这一栏，点击右侧的添加按钮，这里有3个变量，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加进去。第一个变量类型，你这里必须选择密钥哈，不要选文本，这个是用来给你登录状态签名和加密的。变量名称全部大写一模一样，值这里需要输入一串32位以上的随机字符串哈，你可以在你的电脑终端啊运行命令来生成一串，或者使用更简单粗暴一点哈，直接在键盘上面乱弹琴，滚一串毫无规律的字母数字的符号，确保它的长度足够长足够乱。输入完成之后，点击下方的部署，添加第2个变量，类型同样必须选择密钥，变量的名称呢就是这个了，全部大写。
只和刚才的一样，输入另外一串完全不一样的32位以上的随机垃圾字符出来哈，点击部署保存，再来添加第3个变量。互联网上有无数的自动扫描脚本啊，每天都在扫着 Safe 的 Worker 网址，如果不加限制的话，被别人扫到了就把你当成免费的工业服务器来用。类型这里我们选择文本啊，因为你以后可能需要增加或者修改允许注册的邮箱，选了密钥的话就看不见了哈。选文本还可以随时在后台查看和编辑。变量的名称就是这个了哈，值啊就输入你准备用来登录和使用这个密码库的邮箱地址哈。如果你想把这个库呢分享给你的家人或者女朋友用啊，可以用英文的逗号把这个邮箱隔开。填好了之后点击部署，这3个变量配好之后，你的 Loader Warden 已经具备了极高的安全性了哈。除了你白名单里面的邮箱哈，全世界任何人都不要想在你的网址上面注册一个账号啊。现在我们要让这个系统看起来像一个正儿八经的个人服务哈。Safe 默认分配给你的那个域名呢不好看，我们可以绑定一个自己的域名，点击设置旁边的域，再点击添加域名，在这里选择你的域名哈。如果你没有去整一个免费的收费的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不想整呢，那就使用默认的嘛。选择第一个哈，自定义域，输入一个子域名，点击添加域名，绑定成功啊。这个时候呢，为了防止别人绕过你的域名，直接去访问 Safe 分配给你的默认网址，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安全优化。点击旁边的开关，把它们全部禁用掉。这个时候就只能通过你刚刚绑定的域名来访问密码库了哈。现在在浏览器里面新建一个标签，也输入你刚刚绑定的自定义域名，按下回车，完美流畅的密码库前端页面啊，它就已经在等你了。现在我们要在这个属于你的服务器上面哈，创建第一个管理员账号。这里有几个框框，我们一个一个来填。名称啊，起个你喜欢的，比如 admin 或者主宰，这个名字只是在后台管理界面显示哈，不影响你登录。邮箱注意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哈。你这里填写的邮箱必须和刚才在 Safe 环境变量里面填写的白名单邮箱一模一样，大小写都不能出错哈。如果你填了一个不在白名单的邮箱，点击创建的时候，服务器它会直接报错。主密码重中之重，这个密码是用来生成加密你所有数据的本地密钥哈。因为自建密码管理器采用的是零知识加密 Zero Knowledge 哈，也就是说你的主密码在发送给服务器之前，已经在你的浏览器本地完成了高强度的单向加密哈。服务器上保存的它只是一串谁也看不懂的密文，这个就意味着哈，如果你把这个主密码忘了，全世界没有任何人，包括你也包括写这个代码的作者，能够帮你找回或者重置密码哈。一旦忘了，你在里面所有的账号密码就彻底变成了一堆无法解密的电子垃圾。所以请设置一个你在其他地方绝对没有用过的14位以上的超强密码哈，拿张纸把它给抄下来，确认主密码，再输入一次啊，确保没有手抖打错。密码提示呢，你可以留空，如果你怕自己忘了，想写个提示啊，千万不要写得太直白，因为任何人在登录页面呢，输入你的邮箱哈，都有可能看到这个提示，写一个只有你自己能够看懂的黑话就可以了。全部填好之后，点击创建账户，输入你刚才注册的邮箱和主密码哈，点击登录。恭喜你，你已经进入到了属于你自己的密码库后台。在这里你可以自由的创建、搜索和管理你所有的账号密码。重要的其实不是怎么存，而是怎么找。当你以后存了几百个密码，直接在顶部搜索框搜关键字啊，一下就可以找出来。很多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密码管理器啊，其实它是一个完全不需要你操心服务器维护的个人版Bitwarden。好了，后台讲好了哈，但是我们不能每次要用密码的时候都来登录这个网页复制粘贴啊，那样太笨了哈。因为 Loader Warden 它100%兼容 Bitwarden 的官方 API，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任何来路不明的第三方山寨软件哈，我们直接就去用官方体验最好的正版客户端。我以这个 Chrome 浏览器为例哈，我们打开它的应用商店，找到 Bitwarden， 注意看这个有精选标志的哈，开发者明确写的是 Bitwarden 的官方插件，千万不要下错了。点击添加到 Chrome 哈，选择添加扩展程序。装好之后，把 Bitwarden 插件固定在工具栏上面，方便我们随时的用。现在打开这个插件哈，不要点击创建账户，我们要点击下面的登录，不要看上面的输入框，拿到最下面，这里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哈，正在访问 Bitwarden.com， 它这行字的旁边有一个小箭头，点击它，在弹出的选项里面哈，把服务区域从默认的官方改成自托管。在这里就填入我们刚才在 Cloudflare 绑定的自定义域名，
记住前面必须要加上 HTTPS， 少了一个字母都会报错。填好之后点击保存。现在填入你刚才注册的白名单邮箱，输入你的主密码点击登录，大功告成你的官方差价已经和你的自建服务器完美同步了。很多人可能会问费了半天劲自建这个到底图什么呢？今天我就给你们展示在官方要交钱才能用，但是我们现在完全免费享用的功能点击插件底部的生成器，在这里你可以自定义密码的长度，比如100位，你可以勾选是否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甚至各种奇形怪状的特殊字符甚至还能帮你自动生成符合某些网站变态要求的随机用户名最爽的是它支持生成安全易读的单词组，让你既安全又能在必要的时候用肉眼看懂。这个生的功能叫做安全发送，你可以输入一段敏感的文本或者上传一个机密文件可以设置自动删除时间，比如24小时后自动销毁，可以设置访问次数限制，比如只能看一次看完立刻就失效。你甚至可以给它加个访问密码，并且隐藏你自己的电子邮箱地址保护隐私。全部设置好了之后，点击保存，你会得到一个专用的加密链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朋友，他打开后就能够看到里面的内容了因为设置了只能看一次，当他看完了再次刷新这个页面，瞬间蒸发，一点痕迹都没有，全程端到端加密另外一个就是双重验证 TOTP 了就是我们登录很多安全要求比较高的网站的时候它除了输入密码，还要输入那个30秒变动一次的那个6位数验证码在官方 Bitwarden 这里它是需要付费的，但是今天我们免费用我以 GitHub 为例，假设我用 Bitwarden 自动生成的密码注册了一个 GitHub 账户插件它会自动弹窗问你要不要保存这个账户，点击保存，它就自动存进去了。现在我们进入到 GitHub 的设置页面，开启双重验证，页面上会弹出一个2维码，通常情况下你要拿出手机打开验证器去扫它，但是这样每次登录的时候都要找手机太麻烦了。我们不扫码点击设置密钥，复制这串字符在Bitwarden插件里面找到刚才保存的 GitHub 账号，点击编辑，找到验证器密钥，把刚才复制的密钥粘贴进去，点击保存。成功之后多出了一个不断倒计时的6位数数字这个就是双重验证动态口令了。填回 GitHub 完成绑定。现在我退出来重新登录 GitHub 测试一下，用户名密码瞬间被填满。点击登录，页面跳转到输入6位验证码的界面这个时候你完全不需要去找验证码，也不需要手动去输入Bitwarden 自动把最新的6位数动态口令填进去了1秒钟直接登录，全程不需要偷手机，不需要看任何验证器，非常的丝滑。看到这里有些大聪明可能又要说了我平时用浏览器自带的密码保存功能一样可以自动填充，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弄这个呢？说真的如果你现在还在用浏览器存所有的密码，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因为浏览器保存密码它有2个你无法回避的致命硬伤了。第一个硬，跨平台跨应用，如果你在电脑上和手机上用的浏览器它不一样密码就不能同步过去。因为我们自建的 Loadwarden 呢拥有全套的客户端无论是在电脑、安卓、苹果还是在各种手机应用它都可以一键帮你填满，实现真正的多端无缝流转第一防不住无孔不入的盗号木马，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病毒它就叫做盗号木马。这种病毒一旦不小心运行在你的电脑上面它就会直接去找你浏览器的本地数据库文件，因为存储密码的数据库路径它都是公开并且固定的在不到1秒钟就能够把你浏览器里存的几百个账号密码，甚至绑定的银行卡信息全部明晚打包发走而自建的 Bitwarden 呢，所有数据它都是经过你的主密码加密保护的，只要主密码不泄露病毒去读你那个本地数据库的时候，拿到的也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乱码。而且迁移的成本极低你完全不需要一个一个的手动输入，你只需要在浏览器的密码管理器设置这里点击导出密码，然后到你的 Loadwarden 的后台点击左侧菜单的导入导出选择对应的浏览器格式传上去，一瞬间你之前在浏览器里存的所有密码都会迁移到你自己的个人库里面安全跨平台，功能强，几分钟时间换你以后一辈子的账号安全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后期维护的问题。很多人自建服务器最怕的就是2件事，一是系统不稳，2是升级麻烦。
特别是传统的自建方案哈，每次那个开发者呀，他更新了功能哈，你都要去连服务器手动拉进项，一不小心还容易把数据库搞崩哈。这里有2种更新方式，我强烈建议你选择第一种啊，配置第一种，打开你自己的 GitHub 账号，进入到刚才 fork 的那个 Node 的仓库。点击上方的 Actions 选项卡哈，点击左侧的同步上有工作流，再点击右侧的启用工作流，配好了之后，就是这么简单哈。启用之后呢，这个 GitHub 它会在每天凌晨3点钟自动去检测原作者的仓库有没有发布新功能啊。如果检测到了 ，GitHub 会自动在云端把最新的代码拉过来，合并到你的分支，自动触发 Corrado Flyer 重新编译和部署啊。如果你比较保守，不想让它自动更新，也可以手动。如果原作者他有更新哈，这里会提示你可以同步，你只需要点击一下更新就可以了。好了，到这里啊，这个整套零成本、免维护、顶级安全的个人密码库管理器哈，就搭建成功了，搞定了。如果你跟着顺利跑通了，或者觉得这个方案呢确实帮到了你，不要忘了点赞，然后订阅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